这刚封了嫔位就忘了尊卑之分吗？敢走到本宫前头？姐姐是嫔位，我也是嫔位，大家平起平坐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本宫是皇四子生母，乃嫔位之首。你一个贤妃的婢子出身，也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4个字？为着您的旧主贤妃出了冷宫，皇上才赏您这个嫔位。其实想想也不对，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毒害梅嫔与宜嫔的皇嗣，可今日皇上却金口玉言说贤妃娘娘蒙冤。依奴婢看，这封赏嫔位，怕是在打您的耳瓜子。贱婢！哟，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，何苦打起自己人来了？立心，这一巴掌你就受着，也跟人家学学是怎么爬上皇上龙床的。奴婢可不敢背着主子偷偷勾引皇上，更不敢背弃诬陷主子。不管奴婢挨了慎嫔多少巴掌，奴婢都学不会这些下三滥的本事。主，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教你学乖。程宠这些年早忘了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吧？敢跟本宫无礼，也想想你有多少本事。我自有皇后和贵妃做主。是吗？那就看看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。人人都瞧不起我，即便我已经封了嫔位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依旧是个贱婢。主儿，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嫉妒你。今儿是您封嫔的大喜日子，这晚上还要侍寝呢，咱们回宫去，奴婢给您拿鸡蛋揉揉脸啊。走吧。阿若这几年，看来过得也不痛快。结恩宠于一身，难免招怨。再说，他当初是怎么样卖主求荣的，大伙心里都有数，自然是瞧不起他。荣华富贵自己求的，欺凌羞辱也得受着呀。晚点的时候你吃了这么多，现在又吃，你不怕撑着吗？不知怎么的，老是觉得饿。你吃那么多，肚子越发大了。反正呢，这身子是见不了人了，不多吃一点，怕亏了孩子，那样更不值得。敬贤妃娘娘安，海贵人安。姜太医，海贵人的食量大得让我担心，不知道她怎么了。海贵人胃口大好，胎气安稳，无妨啊。不过，这胎体看着确实要比旁人同月份的大了许多。主儿，安胎的药得了。行了，先放旁边晾一会儿吧。敢问贵人，可是按着微臣开的药方子吃的药啊？自然是了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味道不大对，五夫，可否把药渣拿来，我瞧瞧？就在外边呢，小的这就去拿。微臣不会看错，这安胎药方里被人足足的添了分量，但这加进去的却不是什么坏东西，而是开胃健脾、稳固胎气的好药。只不过比微臣开的量多了些。
这药方是微臣开的，药是在太医院抓的，配好之后，微臣看过了，无妨。主明家，奴才从太医院领了药来，就小心谨慎，从煎药到端到主跟前儿，都没有旁人插手啊。这安胎组方被人调了比例，这药性便会偏重于稳固胎气。贵人本就气虚，吃了这样的药，龙胎虽无碍，可是这母体身上的精血就会被胎体所吸收，母体会变弱，龙胎过壮。等到生产的时候，贵人恐怕要吃苦头了。姜太医，这件事劳烦你细查清楚。微臣回去以后，一定会细细查证。还请贤妃娘娘、海贵人放心，微臣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。你干什么？臣妾是来侍奉皇上的，求皇上许臣妾侍寝。你侍寝几年了，自然应该知道你侍寝的规矩。怎么，你想按进士房那套来办啊？皇上，臣妾侍寝3年，可皇上不曾碰过臣妾。这么久了，就让臣妾伺候您一回吧。你一心想成为朕的女人，求人得人，朕许了你，也给了你尊荣位分。从此以后，你生是紫禁城的人，死是紫禁城的鬼，老死都逃不出。你可知道这些年，朕为何不碰你吗？臣妾愚昧。朕留你在身边，对你宠爱，自然有留你的用处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永远是贤妃的奴婢，是朕的奴婢。人前人后，别失了分寸。奴婢知道了。挨了谁的打？皇上宠爱奴婢，嘉嫔娘娘不忿，打了奴婢。做奴婢的，哪有不挨主子打的？你要享受这份荣宠，就要心甘情愿受这些罪。求皇上给奴婢一个明白。皇上为何要这样待奴婢？记得朕给你的封号吗？慎，就是要你谨小慎微的度日。你该念着朕对你的好，若不是朕宠着你，你早就不知折在什么人手里了。皇上是不是觉得是奴婢冤枉了贤妃，要折磨奴婢，替贤妃出气？哼，出气？贤妃自会找你出气。朕今日要明白的问你，当日是谁指使你的？
无人之事。是贤妃有罪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朕先睡了。皇上，时辰到了。主儿，您昨儿侍寝肯定累了，奴婢准备了早茶，您喝了歇歇。侍寝，我倒真是累着了。本宫已经是皇上亲口所封的圣嫔，为什么屋里的陈设布置还是按贵人位分来的？内务府怎么这样背懒啊？内务府差人说，皇上皇后立场节俭，左右主还没行册封礼，这嫔位的东西就一起省了。什么嫔位？原不过是让本宫担一个虚名罢了。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今儿是您封嫔的大喜日子，你可不能动气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让别人怎么说您呢？本宫是圣嫔，本宫的东西，本宫想砸就砸，谁又能拿本宫怎么样？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这是您封贵人的时候，皇上亲赏您的，这不能摔。您要是真生气，你就打奴婢也好，可断断不能伤了你和皇上的情分呀。主儿，主儿，皇上心里还有本宫这个人吗？本宫不过就是个玩意儿，任人作践。主儿，奴婢伺候圣嫔这几年，只觉得她的性子是越发的糟了，还会时不时的问奴婢，皇上是不是真的宠爱她？他也算恩宠不衰，还想怎样？皇上虽然宠她，可昨天的立冬家宴上，一口一个主仆，分明是瞧不上圣嫔。是啊，皇上还说，以前的贤妃是蒙冤的呢。你先回去吧。圣嫔若有什么动静，记得随时来汇报。是。皇上会不会翻查当年咱们的事儿？如今贤妃放出来了，皇上自然要找个借口说贤妃蒙冤，否则怎会让人信服呢？实在不行，就把阿若顶出去，左右坐实了他卖主的名声。可圣嫔不会咬出咱们来吗？他阿玛在我阿玛手底下当差，只要挟持住了贵夺，他就不敢说什么。不是他做的，他都得咽下去。
易主出了冷宫，心思放宽，肝郁疏散，风湿也将好了不少。那就好。索性，镯子。江玉斌，你去宫外找一个靠得住的人，把里边的零零香剃干净，之后本宫再戴上，免得皇后娘娘疑心。是。珠儿，玉壶姑姑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奴婢玉壶，请贤主安。贤主，奴婢此来是为冷宫侍卫凌云彻调度之事。如今有坤宁宫和圆明园2处侍卫有缺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坤宁宫是帝后大婚所居之处，自顺治朝后就成了萨满敬神的地方，倒是一个安闲的好去处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不过，便是没有贤主为凌云彻求恩典，皇上也会封赏他的。为何？因为贤主儿进冷宫时，皇上曾吩咐奴婢寻得凌云彻与赵九霄2人护住您的性命。自然了，凌云彻与赵九霄2人也是功不可没，尤其是凌云彻，几次意外之下救了您的性命，奴婢对此也是感激不尽。皇上心中一直牵挂贤主，否则海贵人调度姜太医之事，怎会如此轻易又无人察觉？自是皇上命齐汝暗中通融的道理。如此看来，皇上把贤主一直挂在心上啊。这幅画在郎世宁那儿放了许久，如今才拿了回来。听说贵妃不喜这幅画，曾让皇上丢了。即便是画丢了，人没丢掉，还在心里。朕总想起青樱，青樱那时候还活得自在些，而如意在冷宫艰难度日，但是女工就编了326条烙子，手帕绣了112块。臣妾在冷宫的时候就知道皇上不会忘了臣妾，可是臣妾不知道皇上还知道这些，竟知道的这般清楚。你亲手做的那些烙子和手帕，每一样都是过了朕的眼，才送到宫外变卖的。朕看到那些，就知道你能挨过去，知道你没有心灰意冷。那些凌霄花在冷宫开得出来吗？有没有让你安慰一些？每年都开，开得极好。皇上还派人护住了臣妾的性命。玉壶告诉你的。这凌霄一火还能够治伤痛。朕知道你在冷宫过得艰辛，所以朕希望你像凌霄一样能活下来。朕也知道你喜欢绿莓，所以送你绿莓粉。臣妾今天用了。这莓粉清香，
与你最相宜。你和朕说过，就算再贵重的身外花物，都抵不过绝境中不会放开你的那双手。从今以后，朕会一直握着你的手，你依靠着朕便是。